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纹路细致的小围巾，使用简单的引拔针钩织而成，钩织的长度与宽度很容易操作，新手朋友也很容易上手。在冬日的暖阳里戴上这条小围巾，简单的围一圈打个结，既保暖又不会太沉重，一起来试试看吧。因为针目比较细致，所以建议使用柔软蓬松或者海绵量高，粗细大概 2.5 到3毫米的毛线，而所使用的钩针建议比毛线的粗细再大 1.5 到2毫米。影片中的棕红色围巾是使用 3.0 粗细的美利诺羊毛，使用 5.0 钩针钩织而成，而灰色则是 2.5 毫米粗细的喷毛纱，使用 4.0 的钩针。其他的工具使用到了粗缝针、记号扣以及剪刀，还有另外准备一个纸板，用来制作流苏。而围巾建议的尺寸如下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你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调整围巾的尺寸。首先，我们钩织基础行，锁边起针，起4个锁针，接着第一行倒回，从第2个锁针开始，每一个锁针上钩织1个引拔针，而基础行的最后一个锁针相当于这一行的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这一行一共3个引拔针，之后我们往返钩织。第2行翻面，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之后挑起上方线圈，每个线圈钩织1个引拔针。这个线圈就是上一行引拔针的前半针。因为针目结构的关系，面对我们的时候，它会在上方。我们依序挑起上方的这个前半针，钩织1个引拔针。钩织的时候可以尽量将手劲放松，不要把这个引拔针拉得太紧。第2行到第6行不做针数上的变动，每一行的起始都钩织1个锁针，不算针数，之后才开始钩织引拔针。第7行我要加针，我们要在头尾这2个针目加针，每一行的起始一样先钩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第1个针目里钩完引拔针之后，再钩1个锁针，这个锁针就是1个加针。接着是中间的引拔针，而最后1个针目之前，先钩1个锁针作为加针，之后在最后1个针目里钩引拔针，这样就在这一行加了2个针目了。第7行会有5个针目。我在加针的这一行第1个针目里放记号扣，之后我们每隔6行就会加1次针。而第8行返回，一样1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之后每个针目里钩1个引拔针，也是挑前半针。第8行到第12行不做针数上的变动，维持每行5个引拔针。第13行我们又做1次加针，先1个锁针作为起立针，不算针数。接着在第1个针目钩完引拔针之后加1个锁针，接着中间的3个引拔针，而最后1个针目之前先加1针锁针，再钩最后1个针目的引拔针。这一行也加了2次针，最后是7个针目。我把记号扣从上一次加针的第7行换到第13行，以方便我辨别这里是加针的一行。而接下来的5行就维持第13行的7个针目不变，
每个针目挑前半针勾引拔针。之后我们就依照这样子的加针规律，每隔6行加2针，一直到这个围巾到达你想要的宽度。加针之后的5行维持总针目数不变，而每一行的起始都是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不算针数，引拔针都是挑前半针钩织。按照这样的加针规律，一直到这个围巾到达我想要的宽度。此时我的针目有29个针目。我们也可以量一下目前的围巾长度，目前已经到达了35公分。之后我就维持这29个针目，不做针数上的变动。如果我要钩织一条长140公分的围巾，那么扣除掉两端各35公分，中间维持29个针目的这一段，我就要钩织70公分。记得在钩织时尽量维持手劲以及力度，这样针目的大小也比较平均。如果发现不小心漏钩了，那么就透过之前所说的加针方式把针目加回来，以维持好中间这一段的总针目数。而因为我使用的是羊毛线，在这里如果要遇到接线，艾芙琳这里提供一个接线的方法。我们可以将要相接的这两端用缝针梳开这个毛线，大概3到5公分。接着将梳开的部分重叠，并且将它们重新搓揉在一起，可以加一点水再搓揉，这样2条毛线就可以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了。之后就正常的钩织，要注意力度，以免把它们扯开了。看一下这个接线方式是不是没有结合的痕迹呢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。现在我已经钩织了总长有105公分，接着我要对称着围巾的另一端做减针，每行同样1锁针作为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钩完第1针之后，跳过第2针不钩，从第3个针目开始钩中间的引拔针，这样就减去了1针。进行减针的这一行，我也是放一个记号扣，以方便我辨别它是开始减针的一行。这一行要减去2针，第2次减针是跳过倒数第2个针目不钩，而在最后一个针目钩引拔针，这样这一行就减去了2针。减完针的接下来5行就维持总针目数不变，我们就维持减针的规律，一直将针目减到像一开始的3个针目，而减针后的5行也是维持总针目数不变进行钩织。钩织完毕之后，我们要沿着围巾的边钩织1圈引拔针，将围巾的边做收边。围巾的这个边缘，这里会有比较明显的洞眼，每一个洞眼之间距离是2行。钩织完最后1行不断线，直接在每个洞眼钩织1个引拔针。钩织边缘的引拔针时，尽量将力度以及手劲放松，引拔针的大小尽量一致，并且符合洞眼之间的距离。边缘钩织引拔针可以很好的修饰这个锯齿状的边缘，减少边缘因为弹性而变形。我们沿着围巾的边缘钩织1圈引拔针，沿面钩织1圈引拔针结束，断线，藏好线头。
这样这个小围巾基本算是完成啦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为它加上一点装饰。我利用纸板为它的两端做了流苏，你也可以选择制作绒球，或者你有其他装饰的方法，欢迎你在留言处留言跟大家分享，告诉艾芙琳哦。这样这条小围巾就完成啦，用你喜欢的颜色钩织一条吧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的朋友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见喽，拜拜。